好，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周间小确幸第一集，我是 Olivia。今天的主题呢是 Work from Home 的小确幸放大术。没错，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在家工作这件事。我现在在录音的时间是6月5号，礼拜六。那上个礼拜宣布了全台疫情3级警戒会延长到6月14日，也就是说在正式解禁之前，我们可能还得待在家2-3个礼拜，那也有可能会再延长哦。首先我想跟大家说声辛苦了，不管你是必须出门上班的，还是变成说要在家里上班的，大家都辛苦了。如果你本来是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却因为疫情的关系临时需要改成在家里办公，一开始我相信是会有一点不太习惯的。你可能这几个礼拜下来已经感觉到了，不管是从一天的作息啊，或者是会议上的安排，又或者是说上下班的界限等等，这些都会跟以前的生活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也都是需要时间去慢慢调试的。我自己现在这份工作呢，是可以让我远距办公的，所以台湾疫情的爆发之前，我就是远距工作的状态。那这样子 work from home 的生活持续到现在也快要1年半了。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1年半的远距工作生活当中，如何透过3个方法找到点亮我每天生活的小确幸。1. 改变你生活中的某一个小细节。你以前早上喝的咖啡可能是去 7-Eleven 买的，再外带到公司喝。那现在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买滤挂包回来，自己在家里手冲咖啡。其实蛮多独立的咖啡厅它都有推出自己的滤挂包，那跟很多连锁的咖啡厅比起来，有一些独立的咖啡厅它会更注重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在烘咖啡豆之前，有一些咖啡厅它会人工一颗一颗的去检查这些豆子，并把一些劣质的瑕疵豆给挑出来。那在挑出瑕疵豆以后呢，它咖啡喝起来的口感会更清爽，跟一般超商贩售的滤挂包比起来，其实是可以分得出差异的，我觉得。那自从爆发疫情之后呢，不能够去咖啡厅办公嘛，我就把我日常生活当中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做了一些微调。我以前是会去咖啡厅喝手冲，但现在就没有办法去咖啡厅嘛，所以就改成在家里自己冲。买了一些日晒啊、水洗啊、蜜处理啊这种不同处理手法的滤挂包，每天就喝个1-2包这样。早上喝日晒耶加雪芙，下午喝个比如说蜜处理的哥斯达黎加，其实还蛮好玩的啊。在冲咖啡的时候，空气中会散发一种咖啡的香味，那这就是我每天早上和下午的小确幸。而且其实我觉得购买独立咖啡厅他们推出的滤挂包，也可以在疫情期间或多或少帮助到这些在地的商家。我自己在远端工作的这1年半里面呢，除了在家工作以外，其实我也蛮常去咖啡厅里面工作。后来因为太常去某几家，所以跟那边咖啡厅的店员啊、老板啊等等的也都变成了朋友。那在疫情爆发以后，我就改成买他们家的滤挂包回家喝。这边呢，我想顺便推荐一下其中一家。我自己非常喜欢一家咖啡厅，叫做温炉咖啡，温度的温，三顾茅庐的庐。防疫期间，他们的咖啡豆滤挂包在他们的官网或是虾皮上面都可以买得到哦，满800就会免运。如果刚好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那也许可以考虑看看，他们家的咖啡是真的还蛮好喝的。第二个找到小确幸的方法就是偶尔为同样的日常生活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其实我觉得在家工作啊，很容易会工作到忘记时间，就是过到不知道今天到底星期几，又或者是说会一直吃自己煮的东西，那吃不完可能就冰冰箱，
下一餐继续吃。那日复一日，你可能会觉得一天比一天还要累。这时候如果可以加入一点不同的元素，就可能会有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说我已经自己煮了好几天，今晚就来点麻辣鸭血臭豆腐，或者是说礼拜五下午也许可以去附近的咖啡厅外带个肉桂卷啊、小蛋糕之类的。就是只要你今天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可以让你开心的小亮点，我觉得这个小确幸就可以让你今天过得跟昨天不太一样。当然如果说你每一天都用吃东西这一招的话，每天都来一个小蛋糕啊，或是每天都小酌一下，那这样其实就不太算小确幸了，反而容易会变成一种坏习惯。但要是每天都听一首新的歌呢？我觉得其实在家工作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当自己的 DJ。 我自己听音乐是用 Spotify， 那每个礼拜它都会帮你准备一个本周新发现的播放清单，然后会按照你自己的喜欢的曲风啊等等的去帮你抓一些新的歌。那常常都是一些我没有听过的歌，我每天都会听个几首，听到特别喜欢的就会还蛮开心的，然后会把它加到我的歌单里。如果说你也是用 Spotify 的话，可以搜寻周间小确幸 Weekly Little Happiness， 就可以搜寻到一个播放清单。我每个礼拜都会加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进去，如果你刚好有听到你喜欢的，也许这就可以变成你今天的小确幸哦。找到居家办公的小确幸的第三个方法是，想想看你在家省下来的那些时间，并利用这些时间创造新的兴趣。你有没有想过，跟之前要通勤去上班比起来，居家办公帮你省了多少时间呢？首先，你以前可能是早上9点上班，所以设了一个7点半的闹钟，那在起床后又花了半个小时盥洗打理一下自己，出门后买早餐，等公车，再花大概20-30分钟通勤到公司。但现在你在家里上班，不用通勤可以省下半小时，不用梳妆打扮又省下半小时，那这多出来的1个小时可以用来干嘛嘞？当然你其实可以选择每天多睡1个小时，我觉得这应该是最直接的小确幸了。每天可以睡饱一点，其实还蛮幸福的吼。但其实你也可以用这1个小时来好好准备你每一天的早餐。我自己是每一天都要吃早餐的人，那在家工作的这1年半当中，我觉得准备早餐变成我每一天的小确幸之一，因为其实这不是我原本的习惯。但现在我会利用正式开工前的那1小时，悠闲的先煎个蛋饼啊，冲杯咖啡啊，再看一集摩登家庭之类的，再带着就是我现在已经培养好的这种好心情、好气氛开始上班，我觉得会比较有效率，也会让我工作起来比较开心。我之前在还要通勤进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发现自己下班回到家以后，其实根本也不想做其他事了，就觉得好累哦，我只想倒在沙发，想当个烂人，就是当个废人，不是烂人啦，想软烂的当个废人。但现在在家里工作，我就觉得除了有省下很多时间以外，也蛮省力的，就是心不会那么累。在下班以后，我还是会有一些心力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所以自从我开始在家里上班的生活以后，我就开始做一些以前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做的事，或者是在下班之后我就会觉得好累哦，完全不想做的事，像是做瑜伽、弹吉他、养植物啊之类的。这些事其实都算是我新的兴趣，那也变成我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我才知道说原来养植物真的会让人家心情比较好诶。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不管是透过社群媒体啊，或者是新闻报道，你可能会一直频繁接收到比较负面的这些情绪。
这些情绪其实跟病毒有一点像，都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入侵我们生活，让我们不舒服的。生活中的小确幸虽然说只是非常微小的存在，但希望这样子的小确幸可以让你在被负面情绪环绕的时候，也可以找到一点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有些事呢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可以让你一整天心情都好了起来。比如说每天喝一杯不同豆子的绿挂咖啡，又或者是说每天听一首新的歌，如果刚好是你很喜欢的类型，你可能会越听越喜欢。又比如说帮新养的植物浇水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小的琐事，但是不是都会让你想到就会心一笑呢？中间小确幸希望能够帮大家存下这些零碎的片段，在你需要一点点正能量的时候，可以像灵感银行一样，让你提领出可以让你微笑的 idea。 你这礼拜有发生什么虽然很小很小，但却能让你整天都很开心的事吗？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到 IG 搜寻周间小确幸私讯跟我们说哦。最后，如果这些小确幸有让你会心一笑，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并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喽，拜拜。